喝完了这碗，就送你上花轿。左俊杰也占不到您的便宜了，让他做个官夫，家里会给你祭扫的。放开，有为！还是太夫人了解你啊，我们两个没伺候过你，不贴心。换个人来，你就愿意喝了。小姐，他们说，我如果办不好这件事，全家的老小都得死。我没有办法。不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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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余伟，放开我！余伟，放开！小姐，你别怕，我跟你一起走。你别怕。我们傅家也不是那种没有根基的人家，再加上门前这3座牌坊，祖母一定让你上嫁。难道我养育的女孩还能烂在家里不成？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我没有办法。小姐，刘威，刘威，刘威，为什么？刘威。哎，你怎么了？啊？我被关了押，救救我！我会想死。
乖。不管了，吐出来！你吐出来！挺好了，这事儿只能靠你自己了，我帮不了你。你要是想活命，就把药给我吐出来。你要是把力气都花在哭上，没人能帮得了你。别哭了，吐出来！我吐不出来。你干什么？残香消散之后，孤雁不是深秋。若天意不可求，人间太荒谬，残烛人尽所有。我从小学习诗书、管家、待人接物，不是想要成为任人操控的皮影子。我想要成为可以掌控自己命运的人。皆是期待的会再赎罪。随作成为，风起时消散无悔。落花又追梦归谁？长夜无边何时？太夫人饶命！太夫人，人呢？又关进去了。我们出去找人，帮忙来抬。回来的时候人已经不见了。话想清楚了再说。是九小姐她运道不好，染了病。九小姐是病死的。太夫人，九小姐是病死的。既已病故，便赶快合棺，让九小姐入土为安。是。我的九姐，我的天宇！姑娘，这是于公子送来的，你看他多用心啊！想不到这门婚事就这么成了，姑娘，当真是鸿运当道。姑娘，姑娘，你干什么慌慌张张的？姑娘，傅家的九姑娘病故了。先生让我跟您传话，让您提前备好吊唁的礼品和帛金。死了！死了！怎么会死了呢？天云去bin案的时候不还好好的吗？旁人都知道他是去养病的，可你我知道那一切，他分明是去躲灾的呀！小姐别怕，就算是横死了，也是傅家人动的手。傅家，对，要怪傅家，只能怪九小姐她心高气傲。她要是嫁给左俊杰，就没这事儿了，
一定是她宁死不嫁。怎么旁人能低嫁，就她不愿意？对，旁人都嫁得，她怎就嫁不得？怎么旁人嫁的，她就嫁不得？是她自己，是她自己。任氏文书，这就是你要的弟媳。太夫人开恩，让你离开傅家，滚回甘霖镇，守你的贞节牌坊。他竟连亲四女都下得了毒手。从前，你们家只有一个副左侍，往后又多了一个左副侍。9爷明智，给男的小娘们换钱，我看值个1万两。实在不行啊，也能论斤称重，找个当地的人牙子就地发卖，多少也能回个本钱。9爷，这女子到底怎么处置？最简单的方式呢，抵给傅家，但是我觉得傅家不配同我们做生意。我们也看不上这傅家，这高门大户里的伪君子，还不如咱们这些真小人来的坦荡。就是，但是没办法呀，10万斤地上血还被扣着，咱们这趟花营行真是血本无归，没吃着兔子肉，还惹了一身腥。醒了，吃点东西。大夫说你吐的及时，需要2天便好了。上次见九小姐不挨伶牙俐齿的吗？不似今天这般收敛啊。少公子，你帮我去见见我母亲好不好？我也想跟她报个平安。那你先说说，你到底是犯了多大的祸事，才让傅家能舍弃你这个金疙瘩呀？不说也行，那我就没有继续帮你的必要了。是他们攀污我，我没有通奸，我没有。通奸？傅家小姐通奸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我怎么没听说呀？我是被冤枉的。彪子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啊。哎。我信。你们先出去。嗯，走吧，走吧。哎。连我都不相信的事，你家里人为什么会信？他们也不信，只是为了门口的那些贞节牌坊。
不能报仇。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，人性使之。你现在对他们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，沦为弃子了。我倒是有个法子，既能帮你出这口恶气，又能告诉你母亲，你还活着。赶上一回花椒。九爷，我明天要娶个亲。娶亲？做戏给人看，明天的婚仪啊，要盛大，要奢华，要八抬大轿，要吹吹打打，反正在气势上要盖过傅家的丧仪。我要让那群姓傅的付出点代价。闻喜先友，九小姐好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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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闻喜先友。太夫人，前面有队迎亲队伍挡住去路了。向来都是红事避让白事，让他们让开，我们先走。太夫人，太夫人！鱼，晚辈这厢有礼，太夫人别来无恙。说来也巧，我的这位娘子是太夫人的旧识，不如前去相见一下。是该看看。赵公子，你尊我一声长辈，今日又娶了佳人，我是应该送点贺礼的。有什么想要的？
1万两现银不好筹措，需宽限几日。晚辈家资颇丰，此行不为求财。你想要什么？我要傅家把那10万斤地上血物归原主。哟，那是赃物啊，早就收归县衙了，报到朝廷上去了。县衙也是你们傅家开的，吐出10万斤地上血，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儿。今天太夫人若是不答应，我这位娘子可就要坐不住，从轿子上面走下来了。届时全华阴城的人都知道，你有一个孙女，在出殡当天死而复生，还嫁给了我这样的人。你把它交给我，我另加1万两金，保证你安安全全走出华营。太夫人可能没有明白，不是你们家的钱不够，是你们家的钱太脏了。这世界上就是因为你们这样的人太多，百姓们才会吃不起盐。我就算是把这些盐都撒在大街上，也不愿送给你们，让你们化作平步青云的又一批功绩。庭云，你不认祖母了？我养了你18年，就这一次，我对不起你。为了咱傅家，没能让你成为凤凰，登上凤凰木。祖母，我真的是凤凰吗？还是说，我才是那根木头，替您招来凤凰？你爱我，可你更爱我给你带来的价值；你也爱这个家，可你更爱这个家给你带来的权势。不愧是我教养出来的姑娘。我现在给你盐，你能出得了城吗？就是出了城，你接下来又何去何从呢？这事儿就不劳太夫人费心了。我应了你，我给你盐。还有一事，给他们母女俩建议。天云，不行，我的孩子，你得受多少苦呀？不，
你已死在了华阴，莫被别人瞧见。母亲想知道，你今后该怎么办呢？赵林是位义士，可是否是良配呢？母亲放心，我只是受他搭救，并不是真的要成婚。经过此事，我也想通，我原先只是想着要如何高家，可是祖母也好，于夫人也罢，他们只拿我当做物件，可见此路不通。我既然被养成了凤凰木，那我招来的自然也就是良妾。我嫁给谁，谁就是良配。母亲只怕你别像我一样软弱，也别像你祖母一样冷漠。母亲，母亲今日为你的将来盘算一回。想求一时帮个忙。我娘家是江南富户，在京城有几间铺子，只求一时将她送到京城，之后我赶往京城，再与她会合。我愿赠与义士白银万两，以作酬劳。请义士先收下这5000两银票，求义士应了我此求吧。待到了京城，再寻他舅舅要余下的。这事我应下了，以此作为信物。答应你的事，我会做到的。原是笼中鸟，遥念天边高。雨破千重帐，托余生虚妄。斜雨拂风浪，洗尽浊灰不白翅膀。园中树头叶，灯火已燃放。结果名渡我，原配流离。结谋既如城，无悔棋局。借往事不可追，还万里。闭口人远飞，不想人间千慈悲，不想生亡皆清明。5000两，分文不少。他日江湖再会，怎么称呼？祝金掌柜生意兴隆，财运亨通。祝赵九爷长命百岁，寿与天齐。
走快点，带你们拿盐去。官爷给点盐，官爷，行行好吧，官爷，官爷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有钱人家撒盐化血是吧？穷苦人只能舔墙充饥，这世道真他娘的不公。咱费了这么大功夫，差点连命都丢了，真就都送给百姓了？只要船底不漏，就不怕浪打船头；只要有这牌子在，就不愁挣不到钱。这华营可是傅家的地盘，咱们前脚把盐发给百姓，后脚傅家就会派人挨家挨户的去抢，全都得收回去。传话出去，让各家各户把水缸放在门口。咱们发盐水，我就是要让整个华营找不出一粒地上血来。有盐了，有盐，终于有盐了！哎呀，不用愁了，有盐吃了。这盐可真白呀！这下有救了，太好了！盐化于水，贪者无可夺；水饮于民，权者无可断。啊，刚才已经问过了，说是有一位不留名的义士，撒盐化水，赈济灾民。有意思。撒盐化水，豪气，潇洒。以后我也要跟你学。你学点好的吧，那可是地上血，知道值多少钱吗？不过幸好啊，只要把他送回京城，就能还我5000两。九爷，干粮和水都准备好了，另外还给你带了些棉布和药。眼下西都一带流民四起，这一路上难免风餐露宿，路上再遇到什么其他状况，还得九爷您随机应变才是啊。放心。此去京城，走要多久啊？是只走陆地不过水路吗？跟着就行，哪那么多废话？走。雅克，这是你那些所求吗？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既是于夫人主动求娶，父亲又已允婚，我定会好好经营这桩婚姻，绝不辱没父亲。雅克，你瞒得了别人，却瞒不了我。你早知他们母子不和，又何必搅入这桩婚事当中？余家固然势大，可是其大非偶，未来的日子还是你自己过的。我既能促成这桩婚姻，就一定会好好经营。父亲不要像旁人一样小看了我。
只是这傅家，我实在无脸待下去了。为父在永宁府还有间宅子，虽然简薄，却也够你备驾。你母亲早逝，留你我二人相依为命。为父知道你受了不少委屈，也没资格教导你什么。只是雅克，你一定要记住，无论未来如何，别后悔今日决定。缘分天定，既是命定，我自顺流而行。父亲，这么多年，你以勤俭持家，我从来没有和你说过，我很讨厌吃隔夜饭。人如果总是吃剩饭，身上就会有一股抹布的味道，那味道总是提醒我，我自己低人一等。拜你所赐，现在黑的白的都在找我，答应了你的母亲，要把你送回京城。我如果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去了京城，岂不就认下了通奸的罪名？不要杀他！放过他！我求求你了！不要杀他！过往像一片落叶擦身，随行脚步却为你停顿，将浮沉炼成不悔的记忆，刻在年轮。多想留一颗，却不能。这现实旁淡射眼眶成泪痕，牢如肝肠积损，却蓦然封存。世仇的余温，偏要我们信以为真，一诺一生此去人闻。人海有一瞬与你相认，无声却照亮我这半生，将沉默写成不言的情深，藏于方寸，从此再无人知的等。转身时怕似城中在